2025年的中国房地产不是寒冬，而是冰封。新一轮房企暴雷又要开始了。据克尔瑞研究中心10月5日发布的最新报告，今年前3季度，全国房企融资规模仅3072亿元，同比暴跌30%，其中第3季度更惨，只有1145亿元，下降幅度高达35%，创下历史新低。这不仅仅是一组冷冰冰的数字，这是无数开发商资金链断裂、楼盘烂尾、工人讨薪、业主绝望的真实写照。曾经的地产神话，如今全线坍塌。在这场系统性崩盘中，唯一还能勉强呼吸的是国企和央企。报告显示，2025年前3季度，国企、央企发债总额1313亿元，同比下降8%，民营房企仅发债134亿元，同比再降13%。国企、央企发债占比高达85%，而民企的生存空间正在被彻底挤压。更致命的是融资成本的鸿沟，国企、央企融资成本为2.58%，民企高达5.40%，两者之间的差距已拉大到2.82个百分点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国企还能靠政策续命，而民企只能眼睁睁看着血流干。房地产这个曾让中国无数家庭沉醉的梦，如今成了民企的坟场。2025年是房企债务的死亡年。2024年，全行业债券到期规模4829亿元，但新发行规模仅2209亿元，债务已经无法用借新还旧来掩盖。今年更糟。据克尔瑞数据，2025年全年房企到期债务高达5257亿元，同比再增8.9%。仅第3季度就有近1600亿元债务集中到期，占全年30%，为历年同期峰值。这意味着从恒大到碧桂园，从融创到阳光城，那些还没爆雷的房企也在爆雷的路上。这不是谁出事的问题，而是谁能活的问题。房地产早就不是投资，而是负担。在北京取消局部限购后，5环外房价普遍暴跌超30%，外围地区甚至暴跌50%至60%。换句话说，一套曾值600万的房，如今只剩300万。那些贷款买房的中产已经被困在冰冷的债务牢笼里。更绝望的是库存。按照2025年的销售速度，全国房地产库存量要到2050年才能卖完。30年卖不完的房，这不是市场问题，而是系统性溃烂。当开发商再也不敢拿地，购房者再也不敢入场，整个行业就像一列刹不住的火车向深渊冲去，过去的辉煌全都跌回去了。9月30日，中指研究院的报告指出，全国百城二手住宅均价环比下跌0.74%，已连续下跌41个月，同比下跌7.38%。这已经不是调整，而是坍塌。根据格隆会图解天下的数据，北京、上海、深圳的二手房价已跌回2016年水平，广州回到了2017年，就连香港都跌回2015年。10年泡沫一夜蒸发。那些以为房子是最安全资产的人，如今看着房价回到起点，房贷却依旧压在肩头。中国房地产将再跌一半。经济学家向松作在今年5月的一场演讲中说的这句话，如今被疯狂转发。他不是危言耸听，而是在直面事实。向松作说，早在2011年，他就多次提醒中国的房地产不能这么搞。如今一语成谶。他坦言，过去我不好意思说，我们犯了重大错误，但今天我们必须承受这个代价。他说，中国房地产的总市值一度高达400万亿至500万亿，但这一切的虚假繁荣终将破碎。如果跌去一半，中国经济将面临什么？
我们现在都很着急。那句很着急透出的不是愤怒，而是绝望。截至2025年8月，已有77家房企债务违约，30家退市，仅有20家获得重组批准。在这场漫长的暴雷潮中，每一串数字背后都是一座城市的烂尾楼，一个破碎的家庭。地方政府、银行、业主、开发商，所有人都被拖进了泥潭。过去，北京方面曾试图用地方国企、银行贷款收购闲置房来托底，但收效甚微，因为问题不在房，而在信心。信心没了，市场就死了。而这一次，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死亡是制度性、结构性、不可逆的。过去20年，中国经济的血液就是卖地。地方政府靠土地财政活着，房企靠高杠杆拿地，银行靠抵押贷款放水，这是一条贯穿中央到县城的利益链。而现在，这条链条断了。当房地产崩盘，地方财政也跟着裸泳。据财政部2025年7月公布的数据，全国土地出让收入同比暴跌 46%， 这意味着地方政府失去了几乎一半的造血能力。以往靠卖地、发债、招商引资维持的地方财政，如今全线告急。许多地方官员不得不亲自下场卖地，托银行兜底，甚至向上级哭穷。地方债的雪球也在滚大。截至2025年8月底，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已突破42万亿元，专项债发行为历年高峰。但新债几乎全部用于还旧债。更可怕的是隐性债务。根据中诚信国际的测算，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规模或已超过60万亿元。这意味着卖地的钱没了，借的钱花光了，还不上了。一个财政体系正在缓慢塌陷。房地产一死，银行跟着进坟墓。2025年第3季度，中国主要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升至 2.6%， 创下自2015年以来新高。在部分城市商业银行中，这一数字更是突破 4%。坏账最多的就是房地产贷款。据央行最新数据显示，全国房地产相关贷款余额约55万亿元，其中至少 15% 已处于高风险状态。换句话说，8万多亿元贷款正濒临暴雷。那些银行过去信誓旦旦稳健经营，如今都在暗中求救。据财新报道，不少银行开始悄悄处置抵押房产，但根本卖不出去，因为没人敢买。每一栋抵押房都像一块烫手的铁。当开发商暴雷，银行坏账，受伤最深的是买房的人。据统计，全国烂尾楼数量已超过3400个项目，涉及300多万户家庭。有的楼停工3年，连窗户都没装；有的工地杂草丛生，塔吊锈成废铁。我的家在草丛里。这是湖南一位业主在社交媒体上的留言，照片里是半拉建好的楼，和他手里那本早已发黄的购房合同。这不是个案，这是一代人的集体噩梦。他们曾是中国最相信努力就能上岸的人，如今他们被困在断贷、断供、断信心的废墟里。中国中产阶级的梦曾经是有房、有车、有存款。但如今，这个梦变成了负债、焦虑和崩溃。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，2025年上半年，居民人均负债达到 18.2 万元，创历史新高。其中，住房贷款占比超过 60%， 而房价却一路下跌。中产的资产缩水，收入停滞，家庭杠杆率却创新高。他们的命运被锁在那一纸房贷合同里。很多中产开始发现，努力工作只是为了给银行打工，房子不再是家，而是枷锁。我不是不想活下去，我只是再也还不起了。这是一个南京业主在断供群里的留言。
他失业半年，老婆被裁员，房贷每月1.2万。他说：“我们已经被生活榨干了。”面对全面崩塌的楼市，地方政府仍在画饼，减首付、降利率、取消限购，每一条政策都像往深渊里扔石头，听得到回声，却毫无回应。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数据，2025年9月，全国新房销售额环比仅上涨 0.8%， 同比仍下降 24.5%。即使降价促销、送车位、送学位房，也没人敢接盘，因为民众早就明白了一个真相：房价不会再回去了。这句话比任何官方通告都更有穿透力。这场危机不仅是经济问题，更是社会危机。房地产行业曾贡献约 25% 的 GDP， 带动钢铁、水泥、建材、家电、装修等几十个产业链。如今，这条产业链全线萎缩。2025年上半年，全国建筑业新增就业人数同比下降 41%， 家电行业销售额下降 23%， 连快递单量都在减少，因为装修停了，家装停了，消费也停了。整个社会陷入房价下跌、财富缩水、消费萎缩、企业破产、失业增加的恶性循环。这是一场缓慢的溃败，不需要爆炸的瞬间就能让一整个国家逐步崩塌。